Hello，大家好。随着疫情好转，美国和加拿大的病例都在快速下降，疫苗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，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开始乐观起来。如果商业活动持续复苏，涌入世界市场的经济刺激就会开始减少。上周，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券收益率飙升，对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影响最大的就是5年期加拿大政府债券收益率直线上升。用专家的话来说，就是近10年都没有最近9天内发生的变化大。很多大投资者已经开始抛售主权债券，这增加了放贷机构的借贷成本，直接导致了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上升。当前，大宗商品价格已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这可能预示着新的金融威胁已经开始，通胀怪兽来了。如果这样，利率不得不持续上升，将会给房产市场带来致命打击。加拿大和美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后，引发了人们对通胀上升的担忧。上周，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券收益率都飙升，利率也开始上升。贷款巨头房地美的调查显示，美国抵押贷款利率正在上升。上周30年期固定利率上升至16个基点，至 2.97%。15年期固定利率上升了13个基点，至 2.34%。5年期固定利率上涨22个基点，达到 3.99%。与此同时，加拿大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也开始上升。非银行贷款机构的行动更早，他们都宣布了固定利率上调 0.1 至 0.2个百分点。道明银行上周已经宣布上调贷款利率，这周加拿大各大银行应该都会跟进。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正在进入拐点，通胀怪兽来了怎么办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加拿大央行与大通胀进行过一场史诗般的较量。1981年中期，加拿大央行的基准利率达到了 21% 的峰值。之后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又一轮通胀斗争中，加拿大的峰值基准利率达到 14%。由于加拿大房产市场正处在泡沫狂潮之中，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今天，加拿大央行对通胀失去控制，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，甚至房产市场会迎来史诗级的崩盘。加拿大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住房市场，如果利率飙升，人们对房产负担能力将会急剧下降。按照目前 1.6% 左右的房贷利率，加拿大一个年收入10万加元的家庭可以负担起第一套住房的最高价格约为66万加元。如果利率达到加拿大80年代初的水平，同一家庭可负担最高房价将下降到25万加元，这样崩盘将不可避免。虽然这是低概率事件，但正常的加息和高失业率也会使很多人无力还贷。如果出现大量借款人无力还贷，为避免违约，卧房惜售的人会越来越少，这将会给房产市场带来供应冲击，进一步导致投资人破产、银行亏损，房产市场压力骤增。新西兰央行已经行动起来了，他们目前正在研究货币政策对住房市场的影响，并准备使用债务收入比限制等工具来限制房地产的杠杆，强行给房产市场降温。而目前加拿大央行行长也终于承认已经看到房产泡沫，尽管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不得而知，但相比过去矢口否认房产市场存在泡沫，已经是很大进步了。疫情爆发后，加拿大赤字增长比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快，本财年的赤字为3810亿加元，这些赤字政府每年至少要支付27亿加元的利息。此外，今年还会再增加1210亿加元的赤字。如今借贷成本不断上升，意味着利息也不断上升。接下来，加拿大政府将面临一场加拿大人从未见过的债务危机，这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更加严重。加拿大人可能面临政府福利严重削减、大幅加税。政府削减福利和加税给经济带来的破坏力将不亚于房产市场崩盘。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承诺将长期维持低利率，直到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就业和商业活动复苏。这是因为央行的作用之一就是控制通胀，实在控制不了的情况下，就难免动一下歪脑筋。
前段时间，加拿大统计局在备受质疑的情况下，匆忙把发布仅5天的通胀指标从 1.5% 上调为 1.77%， 并对至少20名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道歉。这说明加拿大统计局也是有难言之隐的，同时说明加拿大央行找借口将利率保持在低位是非常难以实现的。很多经济学家都在猜测，加拿大央行短期内可能收紧对加拿大政府债券的购买计划，这会给债券收益率带来更大的上行压力，同时也给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带来更大的上行压力。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，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空前一致地认为利率将会持续上升，这将导致现有债券的价值大大缩水。那央行之前的保持低利率的承诺怎么办？这个简单，央行只需要宣布经济已经复苏，就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接下来就会看到通胀怪兽来了，加息势不可挡，低利率时代即将结束。在这样的时期，请系好安全带并谨慎投资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